患者现在头皮挫伤，脸部挫伤，头皮下血肿，面部损伤后留有伤，外伤后面部存留色素异常，对外人有严重的抵触情绪，而且有明显的后果。我先插一句啊，我建议是不是让孙树医生先介入，给患者做一个心理咨询，评估一下这个患者是不是存在什么心理问题。我同意。行，那我去通知孙医生。听外科说，患者是从楼梯上摔下来的，看起来对男医生抵触，而且极度缺乏安全感。嗯，知道了。还有其他情况吗？患者拒绝通知家属。嗯。你好，我是心理科医生心树。孙大夫，患者该打点滴了。VIP 床叫什么名字啊？文娟。你还记得是怎么从楼梯上摔下去的吗？还记不记得过程？不记得了。你们先出去一下，我需要跟患者进行单独问询。谢谢你，医生。患者受了很多外伤，庆幸的是没有伤到脑部和内脏。具体受伤的原因，没有患者自我陈述，我也不能100%的确定。但并不像患者所说的是从楼上摔下来。这是从2楼楼梯上摔下来的外伤照片，和文娟女士的完全不一样。文娟女士的伤倒更像是被人打的。对，患者的具体情况可能比你想象的更复杂。什么意思？患者的丈夫是知名企业家，好像是顺达集团。送过来以后，确认了身份，办了手续，他就离开了。你从他住的病房就能猜得到，他们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。患者的内心应该是比较复杂的。胡医生，依您看，就文娟这个案例，她是受到了家暴，对吗？我是这么认为的。我觉得文娟应该是一个被家暴的患者，而且还不愿意沟通。她觉得这样是在自我保护。我还是第一次经手这样的案例。这样的情况下，如果遇到家暴，受害人或者目击人应该在第一时间报警，不应该这样忍气吞声的。我怎么总觉得那个文娟那么眼熟呢？啊，那个文娟，顺达集团的总裁夫人啊？
顺达集团的总裁可是个大人物啊，算是个明星企业家呢。我曾经看到过报道，他们俩还一起出席过活动呢。那你看，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儿啊？还真是他。企业家就可以为所欲为啊？倒也不是，中国是法治社会，也是有反家暴法的。既然受法律保护，那为什么不敢报警呢？我想，可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婚姻吧。婚姻？为了保护婚姻，可以让自己被打成这样？联合国妇女基金会统计，全世界有超过1/5的女性遭遇过不同程度的家暴，但是懂得利用法律反抗的却很少，原因非常复杂。而且她如果是个全职太太，那她的选择应该会更困难吧？遇到这种情况，心理医生又能帮助她多少呢？没有别的办法。顾姨，我妈最近身体怎么样了？一般吧。她每天都说这肿瘤应该长多大了，大概什么时候啊就会压迫神经，而且还跟我说，如果看不见了，她让我呀别去别人家，她还是愿意让我照顾她。哎呀，你说我怎么跟你说这些呢？小树，去陪陪你妈妈。影响力的一点就是他会发掘这些新明星的，比如说乐蒂，他已经拍了好几年的电影。你等我。陆教授，你这是在看电视吗？你看，好看着呢。知道的，这是一部时装片。林教授，你就不能早点做手术吗？啊，在你不知道晕倒在哪儿之前，你把手术做了不行吗？我知道，但是你也应该相信一个医生，他对自己的判断，他了解生命，也更珍惜生命。我活着还能救很多人呢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……不，快来帮我把火关上。行，反正我知道我也劝不动你，但是我真的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。我回家想了想，你说的话并不是没有道理。我做过18次手术，在第6次的时候，我非常满意。可在那之后的手术，之后无论走到哪儿，别人都会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，对我指指点点。我每天都要照无数次镜子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现在长什么样。我只有通过照镜子，我才知道自己的鼻子长什么样，眼睛长什么样。我后来在公司和家里面装满了镜子，只要我一刻看不见镜子，我的心脏就会狂跳不已，有时候身体还会四肢僵硬。我没法专心工作，也没法集中注意力，我总是分神，我什么都干不好。有时候就连看着手机屏幕跟电脑屏幕，我都会看看自己的鼻子，看看它怎么样，有没有好点。久而久之，同事们也开始躲着我了，吃饭聚餐也都不叫我，我只能在家自己点外卖。有时候就连在拿外卖之前，我都会拿着手机照自己的样子，看看自己到底难不难看。
我真的不想说，我不想面对任何人。干什么呀？我找孙大夫。孙大夫有患者在。谁呀？什么时候结束？郑贤宇啊，没看见？什么时候结束我可不知道。这是没见过这么精致的蛋糕吧？谢谢。你给我呀！你们护士长来了。啊，护士长，给我勤奋。这是我送给孙大夫的。上一次我跟孙大夫发生争执以后，我回去好好的反思了一下，确实是我错了，所以这块蛋糕是给孙大夫道歉用的。哟，看不出来你还挺会浪漫的嘛。行，待着。上班去。唉，表哥就是表哥，果然不是亲的，饿死我算了。疼吗？什么？其实我看过你的整容视频，就是你上次隆鼻的恢复过程，我看着都觉得疼。你真的太勇敢了。其实，我的长相是不是都被一死板了？我觉得做人不能靠别人，没出息，得靠自己。记得那时候我在上班的时候，我总去一间酒吧，因为那儿有我喜欢的乐队，我总去那儿听他们唱歌。久而久之呢，我就把自己的工作给辞了，到那家酒吧去当服务员。只要能看着那些人在唱歌，我就已经很开心了。那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上台？想肯定是想啊，我也想唱歌，也想出专辑。可是后来我见了一些经纪人，他们觉得我的长相捧不红，做不了明星。捧不红？那你到底是想红，还只是想唱歌？文章，你知道人什么时候最勇敢吗？走投无路的时候。孙医生也曾经有过。当然了，你曾经最爱、最信任，还想托付终身的人，突然有一天就消失了，不管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他。那然后呢？后来啊，我就出国了，学习心理学。也不怕你笑话，我研究生的第1年，其实都是在我导师的心理治疗室度过的。那你现在？现在我好多了，至少我看到他的时候不会再难过了。你？是我，我是来诚挚向你道歉的，请收下。正好我还要找你呢。
C 上。喝咖啡。喝茶。孙硕。啊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文娟那个案例，你是怎么诊断的？重度抑郁，习得性无助，出院后可能会有生存适应障碍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你是要跟我讨论，还是要跟我确认？确认一下，这不需要讨论。哦，那没事，我先走了。孙硕，你昨天晚上没有回宿舍啊？我的行踪需要跟你汇报啊。当然不用。那你是昨天晚上跟陈一凡去约会？约会？我怎么会跟他约会啊？你开什么玩笑？谁说的？我也觉得不可能，他最近怪怪的。没有，那没有约会就单独行动了？单独行动？有啊，我们俩去酒吧了。啊？郑贤玉演出那个酒吧。哦，我好像知道了，我先过去了。干嘛跟他解释？陈一凡。哎，晚上一起吃饭啊！快，这边。这一下没有为什么，我就是想请你吃顿饭。那我挂了啊。那我就给你一个让你无法拒绝的理由。你跟孙大夫不是大学同学吗？我想请你说说你们上大学时候的事情，多了解了解他。我今天不行，手里有一个患者，情况很复杂，我一时半会儿走不开。那就等你有空的时候记得约我啊。就这样吧。5分钟以后开诊。好的。干嘛？物证，我得给他们送去。我只是负责给他女朋友整容，又没给他女朋友整心。你说他女朋友跟别人跑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谢谢啊。我今天第一天觉得整容医生原来是个高。哎呀！听说你对外宣称咱们俩昨天晚上约会去了，有这回事吗？不说是吧？你就手下留情，手下留情。这件事我就跟一个人说了，一个人。严书人。该。啊，这哥们嘴太不严了。你是说陈一凡和孙大夫在一起了？不可能。会，一把大砍刀，那么长的一把大砍刀，冒着青光，
我都听见我耳边嗖嗖的风声了。孙大夫就用了5秒钟的时间，不，准确的说是4秒半，就把暴徒给制服了。他先折住了他的伸肌支持带，然后按住了他的母长斩肌和母短伸肌的位置，把他的胳膊肘往后那么一旋转，那么长的一把大砍刀就掉了。就掉了？掉了。这种性命攸关的时候，刀还不掉，就真的出人命了。我跟你说，老严，孙大夫要是不是英雄救美的话，今天你就看不见我了，我们就阴阳两隔了。哪有那么夸张？你这是属于应激状态下的记忆扭曲，真实情况根本不是这样的。这是什么呀？孙医生根本没有抓到他的什么母鸡什么母鸡，就是用几个帅气的招式把他制服的。好了，你们聊吧，我先走了。拜拜。那么长的大砍刀，那么长的大砍刀谢表妹，啊！你表哥我不要面子呀。我只是实话实说，而且你也编得太离谱了吧？真有那么长的一把大砍刀，那可是要扛进医院的。我们思康医院那么多保安站着都在睡觉啊，你以为玩游戏呢？请做好准备，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。你怎么还没走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欢迎我？说清楚啊！我一定不会再来了。请坐。说吧，憋什么坏呢？我特好奇，好奇什么？你是不是想追孙大夫呀？有那么明显吗？不明显，都写在脸上而已。谢谢。但是人家不给我机会。不给你机会，你就制造机会啊！怎么制造？笨，男人要懂得浪漫。怎么浪？最俗的套路就是偶遇。怎么偶遇？求我就告诉你。我给你发红包。乖，我告诉你孙大夫的作息时间。孙大夫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跑步，8点准时到医院，8点半吃早饭。你就给他来一场偶遇，明天。你怎么知道这么多？我是谁？我妹。孙医生，孙医生，这么巧，你也在运动，我也在运动，你热爱运动，我也热爱运动，以后我们要不要一起运动啊？太巧了，真是。你不是不住这附近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听说这家餐厅特别好吃，运动完正好饿了，可以在这儿吃顿饭，要不要一起啊？我请你。不用了，谢谢，我不饿。哦，我突然也不饿了，那我们继续运动吧。不好意思，我突然饿了。突然饿了，拜拜。我突然也饿了，一起。
夫人，您还是再休息休息吧。我就是想出去透透气，这里太闷了。您看，要不您在这儿休息一下？妈，你怎么了？他是不是又打你了？哎呦，你这丫头怎么就这么不懂事啊你？你是不是又做错什么事儿了？你爸刚结婚那时候脾气也不好，我们也经常吵架，这不也几十年都过来了吗？男人在外边拼搏，你得多理解他，帮助他。你自己在家天天衣食不愁的。你是不是体谅不了别人啊？哎呀，你总是这样，从小就这样。你从来没工作过，在这个社会上，你根本没法生存。妈，我没做错什么，他真的是没有道理的打我。他怎么可能没有道理的打呢？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你就不会温柔一些？你还想怎么样啊？啊？难道你一个在家待了快10年的人，还想要离婚？你想没想过离婚的后果是什么？你养得活自己吗？啊？你说你，哎呀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你什么了。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景然，做一下药物记录。哦，好，我一会儿去查一下。检查完了吗？视诊看不出什么，所以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。走。谢谢。孙医生，我查好了。景然，跟我去趟外科。目前情况是这样，外伤已经有所好转，但是患者整个状态一直不是很好。胡医生，我希望您能给他开一个 B 超检查。以前已经做过了。你也看到了，他身边的2个保镖一直妨碍我问诊，这样的话文娟很难信任我。如果一直不能单独沟通的话，恐怕很难了解到真实情况的。这样，这件事儿我来处理。那就太谢谢您了，我一会儿在 B 超室等他，剩下的交给我吧。好。潘总。校长，把这文件拿回公司办公室。好的，李总。哎，李总。哦，您找我。来，坐。来，坐。来。坐。您的计划书我全看了，很有诱惑力。是吗？太谢谢了。你这么说，我心里就踏实了。我跟你说，这计划书我费了不少心思，专门找医疗和疗养圈子的人进行了一个深度调研才弄出来的。我目前正在做公司的上市计划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这会是我公司上市之后投的第1个项目。啊。潘总，我爱人其实她是……
这个我知道。我会给那主治医生打个招呼，尽量安排夫人早点出院。不是，以我爱人目前的精神状况来看，我倒是希望她能够在医院再多住一段时间，最好是等我忙完公司上市的事情之后。不好意思，这里是 B 超检查室，患者会暴露检查部位，你们进去不太方便。孙大夫，给您带来了。谢谢。是你们？放心，不会有人进来的。而且咱们说话，他们听不到。这边。我爱人目前正在接受外科、精神科的双重会诊，是吧？对。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等我爱人要从外科出院的时候，最好是能把他转到精神科，再住一段时间。转到精神科。是我丈夫，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有一段时间，他压力特别大，几乎每周都会打我。你不能再这么下去了，你再这样下去，后果会很严重的，你会受更多的伤，甚至会危及生命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必须得想办法保护你自己。可是我能怎么做？我逃不了，更不可能是他的对手。是这样啊，这个精神科住院呢，必须要得到个人的同意才行。我懂，但是我是她的丈夫，直系亲属。对，也对。这次是喝酒没顾上。从去年开始，他打我之前都会用毛巾包着手。他说，就算我报警，也没有办法验出伤，更不可能证明是他打的。他公众形象好，他可以很简单的说成我是为了钱嫁给他，然后自己假装成家暴的样子骗他的财产。他威胁我说，这一辈子只能听他的安排。我要是敢反抗的话，我的下场会很糟。你的那个疗养基地方案，我转给了很多朋友看，大家伙都非常感兴趣。哎呀，你知道，现在是我公司上市的关键时期，话题太多，麻烦就多。哎，我爱人住不住 VIP 无所谓的，只要让他在精神科多住一段时间就好。行，李总，你就放心吧，夫人的事情呢，我来安排，好吧？多谢，不客气，不客气的。好，夫人。孙医生怎么办？夫人。放心，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帮你的。
你现在别想太多，好好把伤养好。你要知道，在医院他们不敢动你的。剩下的咱们慢慢想办法，好吗？文娟，我们可以走了。谢谢你啊，小雪。相信我。给他安排个预约时间。好。我不太明白。你不用明白，我告诉你，你去做就行了。我跟外科大夫说了，外科大夫呢也问了患者，患者说需要考虑一下啊。你认为这样的事情用这样的方法做行吗？那怎么做呀？他是外科的患者，本人要是不同意的话，我是没办法让他转科呀。你可以想想办法嘛。潘总，我们这么做，这是违背了咱们这个流程啊！你也知道，这该出院的时候就得出院，这不该是我们科收的患者，我们也不能收。你不是一直很关心住院率吗？现在有患者愿意住了，你倒是不让他住。哎，有人给他出钱，说心里话，他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有些事情咱们要以大局为重，流程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再说了，患者多住几天对医院不是也有好处吗？不是，你不是不知道呀，我们科跟别的科不一样，这精神卫生法是保护患者的权益，你就是直系亲属也不能强制他。如果他本人不同意，我是没有办法的。你能不能按我说的做？